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真的让我感触很深。有一位大陆来的女医师，嫁到台湾才短短3个月，却在家中忍不住跪地痛哭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她老公每天到底做了什么？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？别着急，听丽姐慢慢道来。这位女医师叫小文，是北京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，技术和经验都相当不错。在一次医学研讨会上，她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骨科医生阿杰，两人一见钟情，从专业交流到生活琴瑟和鸣，短短半年就定下了终身。小文原本对台湾的医疗条件有些担忧，台湾那么小，医疗水平能好到哪去啊？这是她和闺蜜聊天时常说的话。在大陆，很多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经济不发达、技术落后的阶段。小文虽然是医生，但对台湾医疗系统的了解也仅限于阿杰的只言片语。婚后，小文辞去了北京的工作，随阿杰来到了台湾。初到台湾，小文就被震惊到了。阿杰所在的医院虽然不是最大的，但设备之先进，管理之规范，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。天啊，你们这里的核磁共振居然是最新款，我们医院排队要等3个月呢。小文参观阿杰工作的医院时，惊讶地说道。阿杰笑着解释，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实施已经很多年了，虽然我们地方小，但医疗资源分配相对均衡，先进设备的普及率其实很高。小文点点头，但心里还是有些狐疑，毕竟在大陆，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，基层医院设备条件确实较差。他以为台湾作为一个小岛，情况应该更不乐观才对。婚后生活刚开始时，一切都很美好。阿杰温柔体贴，公婆也相当开明，没有传统婆媳问题。小文原计划休息一段时间再找工作，但阿杰建议他先熟悉台湾的医疗体系和相关认证要求。其实你不用着急工作，先了解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。台湾的医师执照考核和大陆不太一样，你需要一些时间准备。阿杰温柔地说，这我知道，两岸的医疗规范确实有差异，我需要重新考证。小文表示理解。就这样，小文开始了解台湾的医疗体系。他跟着阿杰去医院见习，虽然不能正式看诊，但可以旁观学习。就是这段经历，彻底颠覆了他对台湾医疗的印象。首先让小文震惊的是台湾的预约系统。在大陆，挂专家号要么提前很久预约，要么凌晨排队，甚至有黄牛党高价倒卖号源。而在台湾，患者可以通过网络、电话，甚至便利店的多功能机器预约门诊，方便快捷。这也太方便了吧！患者不用大半夜排队挂号，医生也能更合理安排时间。小文感叹道。阿杰笑着解释，这是健保制度的一部分，我们希望患者能更容易获得医疗服务，减少就医障碍。更让小文惊讶的是看病时间。在大陆，医生一天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个病人，平均每个病人的诊疗时间不足3分钟。而在台湾，医生会给每个病人充分的问诊和解释时间，医患关系明显更加和谐。你知道吗？在大陆，我们常说3长1短，挂号长、候诊长、取药长，看病短，病人排队几小时，看病可能就3分钟。小文向阿杰解释。阿杰点点头，我听说过，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很注重分级诊疗和预约制度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随着了解的深入，小文发现台湾的医疗技术在很多领域甚至领先于大陆，特别是在微创手术、器官移植、癌症治疗等方面，台湾的成果举世瞩目。而且，台湾医疗的人性化服务也让他印象深刻。我第一次看到护士会主动帮行动不便的老人整理仪表，医生会蹲下来与坐轮椅的患者平视交谈，这些细节在繁忙的大陆医院几乎不可能看到。小文感慨道。阿杰解释说，台湾的医学教育非常注重医德和沟通技巧，不仅是治病，更是以人为本。当然，台湾医疗也不是十全十美，健保给医疗机构带来的经济压力、医护人员过劳、某些特殊药物自费比例高等问题也确实存在。但总体而言，台湾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且人性化的医疗体系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小文越来越适应台湾的生活，他开始准备台湾的医师执照考试，阿杰也会在下班后帮他复习。
两人的感情在这个过程中更加深厚。然而好景不长，结婚3个月后的一天，阿杰下班回家，发现小文跪在地上痛哭，他吓坏了，赶紧上前询问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还是家里出什么事了？小文抬起泪眼婆娑的脸，看着阿杰说，老公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必须告诉你什么事这么严重。你说啊，阿杰紧张地问道。你知道吗？你这个人实在太好了，每天下班回家都要帮我做家务，周末还陪我逛街买东西，教我考医师执照的知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以前在大陆听说台湾男人大男子主义很严重，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样。小文抽泣着说，原来小文是被阿杰的体贴和台湾生活的美好感动得痛哭流涕。他从小在大陆长大，对台湾的认识多来自于道听途说，嫁到台湾后，无论是医疗水平还是生活品质，都远超他的预期。阿杰哭笑不得，把小文从地上扶起来，傻瓜，我们是夫妻，互相照顾不是应该的吗？别听那些刻板印象，两岸都有好人坏人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小文破涕为笑，我知道，只是这段时间的经历真的让我感触很多，特别是看到台湾的医疗系统，才知道自己以前的认知有多片面。那你还想回大陆工作吗？阿杰试探地问道。小文摇摇头，我想留在台湾，考取医师执照后，为台湾的医疗事业贡献力量。两岸医疗各有优势，我希望能成为沟通的桥梁，促进交流与进步。阿杰欣慰地笑了，我支持你的决定。两岸一家亲，优势互补，才能共同进步。从此，小文更加努力地学习和适应台湾生活。半年后，他顺利通过了台湾的医师资格考试，在阿杰所在的医院找到了工作。凭借他在大陆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在台湾学习的新知识，小文很快就在医院站稳了脚跟，赢得了同事和患者的尊重。小文工作的第1个月就遇到了一个特殊的病例。一位老伯伯因为骨折被送到医院，恰好分到了小文负责。当老伯伯得知小文是从大陆来的医生时，立刻板起了脸。大陆来的，我不要大陆医生看。老伯伯毫不客气地说道。小文一时不知所措，站在一旁的护士赶紧解释，吴伯伯，小文医师是通过台湾医师资格考试的专业医生，技术非常好，您不用担心。老伯伯依然不为所动。不行，我就是不信任大陆来的。正当气氛尴尬时，阿杰刚好路过，了解情况后，他并没有直接干涉，而是走到老伯伯床前，和蔼地说，吴伯伯，您知道吗？小文医师在大陆是3甲医院的骨科专家，处理过无数比您这个更复杂的骨折案例。他来台湾后，还特意学习了台湾最新的微创技术。您这种情况，由他主刀是最合适不过的。老伯伯半信半疑，真的假的？他技术真有这么好？阿杰点点头，当然，两岸医疗各有所长，大陆医生经验丰富，台湾医生细致入微，小文医师兼具两者优点。您能遇到他是您的福气呢。老伯伯想了想，勉强同意了。手术非常成功，老伯伯恢复的比预期还要快。那天，他主动找到小文，握着他的手说，谢谢你，医师，我以前对大陆有偏见，现在才知道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啊。小文感动得差点落泪，吴伯伯，医者无国界，能帮您恢复健康是我的荣幸。这次经历让小文深刻体会到，打破偏见需要实际行动和真诚沟通。他决心用自己的专业能力赢得台湾患者的信任，成为连接两岸医疗的桥梁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文对台湾医疗系统的了解越来越深入。他发现，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虽然让老百姓看病负担轻了，但也给医院和医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。老公，我发现台湾医生的收入其实并不如大陆想象的那么高呢。小文某天和阿杰聊天时说道。阿杰点点头，是啊，台湾的医疗保险给付标准相对较低，医院为了生存，不得不增加看诊量，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医生会感到疲惫的原因。小文若有所思，在大陆，医生收入的一部分来自药品和检查的提成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过度医疗的问题。台湾的制度虽然给医生收入带来限制，但却更有利于控制医疗成本，保障患者权益。两种制度各有利弊。阿杰补充道，台湾也在不断调整健保政策，寻找平衡点。
小文感慨，医疗改革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。工作之余，小文也在积极融入台湾社会。他学会了说台湾腔的中文，尝试各种台湾小吃，甚至和阿姐一起参加当地的庙会活动。渐渐的，他不再是大陆来的医生，而是我们医院的小文医师。公婆对小文也是赞不绝口，婆婆常常和邻居炫耀，我儿媳妇是大陆来的骨科专家呢，手艺好得不得了，连院长都夸她。岳父岳母也从大陆来台湾探望女儿，岳父是退休的内科医生，对台湾的医疗系统充满好奇。小文和阿杰带着2位老人参观了几家台湾的医院，让他们亲身体验台湾的就医流程。女儿，我算是开了眼界了，岳父感慨道，台湾的医疗信息化程度这么高，病历档案全岛联网，换医院看病都不用重复检查，真是方便患者。是啊，爸，台湾虽小，但医疗资源整合得很好，小文自豪地说。岳母也连连点头，难怪你不想回大陆了，这边环境好，工作压力也比大陆小，你爸退休前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的。阿杰在一旁补充，其实台湾医生的工作也很忙啦，只是医患关系相对和谐一些，这就很难得了。岳父赞许地说，大陆现在虽然在努力改善医患关系，但积怨已深，短时间内很难有根本性改变。2位老人在台湾住了1个月，亲眼见证了女儿和女婿幸福的生活，也对台湾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临走前，岳父拉着阿杰的手说，女婿啊，谢谢你给我女儿这么好的生活，两岸一家亲，希望你们常回大陆看看。阿杰点点头，一定一定，我们已经计划年底回大陆过年了，两岸医疗如能优势互补，必将共同进步。小文的结论赢得了热烈掌声。会后，许多大陆医生围着小文请教问题，其中不乏对台湾有偏见的人。小文耐心解答，用事实和数据打破了一个又一个误解。我以前总觉得台湾医疗水平不行，现在才知道是自己孤陋寡闻了。一位年轻医生坦诚地说，认识到差距是进步的开始。小文鼓励道，两岸同根同源，医学交流应该更加密切才是。这次会议让小文声名鹊起，他成为了两岸医疗交流的代表人物。更多的台湾医院邀请他分享大陆医疗经验，也有更多大陆医生组团来台湾参观学习。老公，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新使命。回家后，小文感慨地对阿杰说，什么使命？阿杰好奇地问。促进两岸医疗交流，让两岸人民都能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。我想创建一个平台，定期组织两岸医生交流学习。小文的眼睛闪闪发光，阿杰被他的热情感染，这是个伟大的想法，我全力支持你。就这样，在阿杰和医院的支持下，小文创立了两岸医学交流协会。协会定期举办学术活动，推动两岸医学研究合作，促进医疗资源共享。孩子出生后，小文暂时放慢了工作节奏，专心照顾小宝宝，但他的影响力却在不断扩大。他的故事被多家媒体报道，成为两岸融合的典范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我永远不会知道台湾医疗的真实水平。希望通过我的分享，能让更多人打破偏见，促进两岸医疗共同进步。在一次访谈中，小文这样说道：3年后，小文和阿杰的孩子上幼儿园了，他也重新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。这时，他收到了一个特殊的邀请，台湾卫生主管部门邀请他参与制定两岸医疗人才交流的政策建议，这是对你专业能力和社会贡献的认可。阿杰为妻子感到骄傲，小文激动不已，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，能为两岸医疗发展尽一份力，是我的荣幸。现在，小文已经完全融入了台湾社会，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医生，还是两岸医疗交流的重要使者。他的故事激励着更多两岸年轻人勇敢追求爱情，打破偏见，促进交流。大陆女医师嫁来台湾的故事远不止3个月的泪水，而是一段跨越海峡，连接两岸的美丽传奇。她的痛哭不是因为委屈，而是因为发现爱情和生活的美好超出了预期。她的老公每天做的不是让她伤心的事，而是用行动证明两岸一家亲的真谛。小文和阿杰的故事传播开来后，引起了两岸媒体的广泛关注。有记者专程来到台湾，想要深入采访这对跨海婚姻的幸福夫妻。小文医师，您从大陆嫁到台湾，有没有遇到什么文化冲突或不适应的地方？
记者问道。小文想了想，笑着回答，刚来的时候，最不习惯的是台湾人说话太客气了。在大陆，我们医生和同事之间说话比较直接，但台湾同事即使提意见，也会先说不好意思，冒昧请教。我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呢。阿杰在旁边补充，他刚来时说话太直接，把护士都吓到了。现在好多了，都会加上拜托、麻烦这些台湾腔的客套话。那医疗工作有什么不同吗？记者继续问道。太多了。小文眼睛一亮，最大的区别是台湾的医患关系更融洽，在大陆，医患关系紧张已经成为常态。我们医生看诊时都很紧张，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对就引起误会。而在台湾，虽然工作量也很大，但病人普遍更理解医生，医生也有更多时间和病人沟通。这段采访播出后，引起了两岸医学界的广泛讨论。不少大陆医生表示想来台湾交流学习，台湾医院也开始更多的关注大陆的医疗技术发展。小文和阿杰的故事也启发了更多跨海恋情的年轻人。有一对同样是医生的情侣，女方是台湾护理师，男方是大陆麻醉医生，他们在犹豫要在哪边定居。看了小文的故事后，他们终于下定决心，选择了两地轮流生活的方式。我们被小文医师的勇气感动了。这对情侣在给小文的信中写道，原来跨海婚姻也可以这么幸福，关键是互相尊重，互相理解。小文的两岸医学交流协会也越办越大。第5年，协会举办了首届两岸青年医师论坛，吸引了上百名两岸年轻医生参与。论坛上，两岸医生分享最新医疗技术和经验，建立了深厚友谊。没想到台湾的微创技术这么先进，一位来自北京的神经外科医生惊叹道，大陆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方面的应用太厉害了。一位台中的放射科医生也赞不绝口。这次论坛取得了巨大成功，不仅促进了医学交流，还打破了不少刻板印象。许多大陆医生回去后，都成为了宣传台湾真实情况的民间大使。小文和阿杰的孩子小豆豆也渐渐长大，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。他既会说标准的普通话，也能讲一口流利的台湾腔。每年暑假，小文都会带他回大陆，让他感受两岸不同的文化氛围。妈妈，为什么大陆的阿姨都说我说话很可爱？小豆豆有次疑惑地问。小文笑着解释，因为你说话带着台湾腔，在大陆人听来很特别，就像大陆来的人在台湾说话，台湾人也觉得很有趣一样。那我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啊？小豆豆天真地问。小文和阿杰对视一眼，阿杰蹲下来，轻轻抱住儿子。你既是台湾人，也是大陆人，你身上流着两岸的血液，这很特别，也很美好。小豆豆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继续去玩他的玩具。这个简单的对话，却让小文和阿杰思考良多。他们希望孩子能同时了解和尊重两岸文化，成为真正的两岸小桥梁。为此，他们特意在家中布置了一个文化角，一边是台湾特色文物，一边是大陆各地的纪念品。每当亲友来访带礼物，小文都会向小豆豆介绍这些物品的由来和文化背景。这是妈妈家乡的剪纸，代表着大陆民间艺术。这是台北故宫的青铜器复制品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两岸同根同源，文化一脉相承。小文耐心地向孩子解释。小豆豆上小学后，常常在学校分享他在大陆的见闻，也成了同学们眼中的大明星。老师还特意请他在文化课上介绍大陆的风俗习惯，让台湾的小朋友从小就对大陆有更真实的了解。小豆豆，听说你妈妈是大陆来的医生，好厉害哦！同学们常这样夸他。小豆豆总是骄傲地回答，对啊，我妈妈是骨科专家，她会两岸的医疗技术，超厉害的。10年过去，小文已经成为台湾医疗界的知名人物。他不仅是骨科领域的权威专家，还出版了《两岸医疗实践比较》一书，成为医学院校的教材。他和阿杰的爱情故事也被改编成电视剧，在两岸播出，引起广泛共鸣。没想到我们的普通生活也能鼓舞这么多人。看着热播的电视剧，小文感慨道。阿杰搂着妻子的肩膀，因为真实的爱情和真诚的文化交流，永远能打动人心。小文在台湾的事业蒸蒸日上，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。
每年他都会带领台湾医疗团队回大陆进行义诊，特别是在偏远地区，他希望用实际行动回馈家乡，也让台湾的医疗理念在大陆传播。台湾的医患沟通模式很值得大陆学习，而大陆应对重大疾病的经验也很宝贵。两岸医疗如能优势互补，受益的将是两岸人民。这是小文常说的话。在小文的推动下，台湾某医学院与北京一所医科大学建立了固定的学生交换项目，每年都有数十名医学生跨海学习。这些年轻的医学生将成为未来两岸医疗合作的中坚力量。小文医师改变了我的一生。一位参加交换项目的台湾学生这样评价：如果不是他的故事鼓舞了我，我可能永远不会踏上大陆的土地，也不会发现大陆医疗的真实面貌。小文50岁生日那天，两岸数百名医生齐聚台北为他庆生。这些医生中有他的老同事，有受过他帮助的患者，还有受他影响走上医学道路的年轻人。庆生会上，大家纷纷分享着小文对两岸医疗交流的贡献。小文的大陆老主任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，特地从北京赶来为他送上祝福。小文，你当年的选择让我感到惋惜，以为失去了一名优秀的医生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你不是离开了大陆医疗，而是以另一种方式促进了两岸医疗的共同进步。你是两岸医疗交流的桥梁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听着这番话，小文热泪盈眶。她环顾四周，看到了支持自己20年的丈夫阿杰，如今已上大学的儿子小豆豆，两鬓斑白却精神矍铄的公婆，还有许多两岸同仁。这一刻，她感到无比幸福和满足。谢谢大家。20年前，我嫁到台湾时，曾经因为文化差异和对未来的不确定而忐忑不安，但正是这份忐忑推动我去了解、去学习、去融合。今天，我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还有幸参与了两岸医疗交流的历史进程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继续努力，为两岸医疗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小文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，但两岸交流的故事仍在继续。无数像小文这样的普通人，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搭建着连接两岸的桥梁。愿两岸同胞永远记住，我们同文同种，血浓于水，没有什么隔阂是真诚交流无法消除的。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